姬天道二徒弟的长生剑断了，这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。他曾说过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。现在他被困在绝境之中，陷入了迷茫。他想到了师傅的话，师傅曾不止一次说过，他太过于依赖长生剑了，导致他的剑道和修为迟迟无法提升。不破不立，也许当于尚荣大彻大悟之时，他的剑法才能提升到最高等级，到时候一剑斩杀千界婆娑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另一边，司空北辰正在夸赞于尚荣，说他10年之内必能突破10叶。聂青云听得心生惊讶，能让你这么夸奖的人，想来必有过人之处。司空北辰指着于正海说道，还有这位，他便是陆兄的大徒弟，若论刀法，恐怕不输你聂青云。聂青云的目光落在了于正海的身上，看到那把荒极碧玉刀时露出羡慕之色，他自己的刀也不过才天阶。于正海说道，聂宗主，改日切磋切磋吧，棋逢对手，老夫求之不得。司空北辰嘲讽道，堂堂云宗10叶宗主，竟沦落到跟9叶切磋，也不害臊。聂青云一脸无语，正要反驳，姬天道打断道，好了，说正事吧。聂青云点点头，天武院已经派来了使者，索要人质。姬天道疑惑道，他们哪来的底气，敢来要人？说曹操。曹操道，云宗的一名弟子走了进来，宗主，天武院的人来了。众人点点头，这些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，没什么好奇怪的，让他们进来吧。云山的上空缓缓飞来一座飞鸟，这便是天武院的飞鸟。不一会进来了一群天武院的修行者，为首的便是天武院的长老的莫不言，也是于陈叔做下最得力的干将。莫不言挥挥手，命人抬出来了10几个箱子。聂宗主，又见面了，司空店主您也在。聂青云提醒道，莫长老见了陆前辈，还不赶紧行礼。莫不言很快便注意到了一旁气势不凡的姬天道，想必这位就是击杀叶真的陆前辈了。姬天道淡然地看了他一眼，有事说事。莫不言露出尴尬之色，我这次来只有一个请求，那便是请聂宗主放了天武院所有的弟子。这些箱子便是天武院的一点心意，箱子里都是天材地宝，这些东西即便是放在大宗门里，也算是极其奢侈。聂青云摇摇头，莫不言，你们的人勾结飞星斋，妄图覆灭我云山，这笔账你以为就这么算了？除了这些东西，院长大人会亲自向上奏陛下，免除云山之罪。我云山12宗何罪之有？飞星斋姑且不论，但天武院的陈教习以及御林军副统领陆战确实死在你们这里，我们院长大人会帮你们妥善解决，不过要先确定天武院弟子是否有事。你是来谈判要人，还是来问罪的？莫说是陆前辈不可能答应，就是我也不会答应。司空店主千万别误会，院长大人也不想扩大矛盾，凡事都可以商量。于正海开口道，无需商量，回去告诉你们院长，你还没资格与我师父对话。对了，哪天我心情不好，将他们全杀了也不是不可能。莫不言看向于正海，阁下何必咄咄逼人？于正海摇摇头，是你们不识抬举，请各位慎重考虑，我天武院毕竟不是飞星斋，而是红莲世界第一大宗门。这时姬天道淡然开口，声音缓和而低沉，你叫什么？莫不言回答道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名，莫不言。于正海微微蹙眉，此人是不是用的假名字？姬天道表面如常，莫不言，你听清楚了，老夫今日先斩20人，以儆效尤。回去告诉你家院长，若有诚意，便亲自来跟老夫谈。莫不言心头一颤，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这位老人，竟然说杀就杀，丝毫不把天武院放在眼中。于正海呵斥道，这20人便是你们入侵金莲的代价。陆前辈，请息怒，这件事可以好好商量。姬天道看向聂青云，聂宗主，难道还需要老夫亲自动手吗？聂青云心中一怔，陆前辈这是铁了心要将他们绑在一条船上。云山要是真对天武院的人下了手，那就彻底得罪了天武院，得罪了朝廷。莫不言开口道，老前辈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？姬天道看着莫不言问道，你修为几何？晚辈不才9叶巅峰。姬天道摇摇头，连司空北辰和聂青云都不敢用这种态度与老夫说话，区区9叶，胆大妄为。话音刚落，姬天道缓缓抬起手掌，蕴含近乎1/5的非凡之力，朝着莫不言推了过去。莫不言眉头一皱，试图格挡，然而护体罡气被轻松碾压破碎，
砰的一声，莫不言便毫无悬念弹飞了出去。司空北辰和聂青云两人心中打鼓，他们自认做不到如此轻松地击败一位9叶巅峰的高手，更何况像莫不言这样的修行者。此人出身天武院，号称千年难遇的修行天才，也是未来最有可能晋升10叶的高手，却在姬天道面前弱得不堪一击。莫长老，10多名随行的天武院弟子跑了出去。此时莫不言已经不敢再嚣张，这一掌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。9叶终究是9叶，永远没有资格在10叶面前放肆。他平复了下情绪说道：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院长。姬天道没有说话，莫不言带着自己的随从灰溜溜的离开了。这时小鱼儿拉着海螺来到了大殿门口，教育道：小师妹看到没，不打不听话，以后遇到这种人得使劲打。师姐告诉你，武力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。海螺乖巧的点点头，师姐我记住了，以后遇到不听话的就打到他听话。众人一脸震惊，这摩天阁的教育方式好独特。姬天道微微皱眉，看了二人一眼，还真是一个敢教一个敢学，是不是应该把他们俩分开？这时夏长秋说道：陆前辈，他们送来了很多刻画好的符文，可以直接使用。于正海催促道：那还等什么，快试试。夏长秋取出箱中的符纸，便开始催动阵法。画面里出现了一群人。七师弟，这东西就是横跨无尽之海的破玩意儿。四师兄，这可不是破玩意儿，我研究了3天，红莲的人能造出此物，绝非是一人之力。这时站在附近的朱红贡走了过来：红莲世界有那么厉害吗？司无涯点点头，目前对红莲的了解很少，但感觉会强很多。那完了，师傅和师妹就这么过去，一定被打成猪头了。正在观看的小鱼儿指着朱红贡道：师傅，八师兄又在背后说您坏话。姬天道表情平静，但心中暗想，这孽徒3天不打就上房揭瓦。这时画面中突然一座15丈的法身拔地而起，但几个弟子丝毫不在意。这时就九重殿3长老问道：敢问九先生，这画面中的都是何人？那个肥头大耳是我八师兄，那个看起来不像是好人的是我4师兄，这个帅气文雅的是我7师兄，那法身应该是左长老的，看他们都这么安静，估计是左长老早就升9叶了，看腻了。还真别说，小丫头说的有道理，毫无破绽。画面里的确没人关注左玉书的9叶法身。司无涯突然转头拿出一个卷轴，瞬间画面连通在一起了。夏长秋大吃一惊，他居然知道此阵的用法。这是我7师兄，别说我吹牛，天武院和飞星斋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如我7师兄一个人聪明。姬天道尴尬的摇摇头，好了，小鱼儿不可胡说，老夫这个弟子只是喜欢一些难题，与天武院洛轩有些类似。夏长秋心悦诚服道：没想到摩天阁竟有如此人才，佩服。就在这时，画面里的司无涯拱手道：弟子拜见师傅。其他人也跟着一同行礼，拜见阁主。这时朱红贡哭丧着脸，扑通五体投地，跪在地上：师傅饶命啊！姬天道点点头，起来说话吧。画面中摩天阁众人起身，朱红贡也跟着爬了起来。姬天道呵斥道：老八，为师让你起来了吗？朱红贡吓得一哆嗦，连忙道：弟子是想调整下位置，好让您能看得清楚。说完扑通又跪了下去。这一幕看得于正海一脸无语，他们师徒几人在红莲世界辛辛苦苦打下的赫赫威名，对于红莲世界的人而言，摩天阁那就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势力，随便一人都是世人膜拜的对象。老八这么搞，真是把摩天阁的面子丢光了。未完待续。姬天道终于跨越时空，和金莲世界的弟子们联系上了。这一幕让红莲世界的高手震惊不已，他们没想到陆前辈还有6位高徒，个个实力不凡，而且他们在陆前辈面前这般恭敬虔诚，可见陆前辈在摩天阁威望很高。姬天道问道：摩天阁的现况如何？司无涯点点头：师傅，现在9州已定，有城隍的庇护，6师姐天下无双。左玉书已入9叶了吗？左长老早已入了9叶。司无涯的回答也很简洁，他看到了师傅身后有很多陌生面孔，于是故意不多说。近期红莲世界会入侵金莲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司无涯自信地笑了笑：师傅请放心，有弟子坐镇摩天阁，可保万无一失。姬天道点了点头，心中大定，上次画面中断也不知后果如何，现在看来
红莲修行者应该全面溃败，难怪莫不言会在这时候服软。这时，司无涯开口道：“师傅，晚些时候我再通过阵法联系您。”夏长秋疑惑道：“你懂得如何传递消息吗？这有何难？将消息写在符纸上，燃烧掉就好了。”夏长秋惊讶道：“这可是很少有人知晓的秘密，你居然也懂，太不可思议。”司无涯问道：“敢问阁下是？”这里暂停一下，我忽然肚子有点饿，先来上一袋好欢螺蛳粉，再喝一瓶农夫山泉茶派饮料，既好吃又实惠。喜欢这个作品的兄弟们可以支持一下老兵，老兵会急速更新，搜索下方编号囤上一些吧。姬天道严肃道：“老七，不可无礼，这是夏观主，你两位师兄在红莲世界都曾受过他的恩惠。”摩天阁众人闻言不敢大意，同时躬身道：“见过夏观主，受众人一礼。”夏长秋心生感触，他虽是千柳观的观主，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这个观主有多憋屈，各大宗门的弟子都对他趾高气昂的，但堂堂摩天阁却给予他足够的尊重，他岂能不感慨？夏长秋点点头，客气了，以后多多指教。姬天道开口道：“好了，晚些时候再交流吧。”司无涯点点头，弟子谨遵师命。画面中断，姬天道没有说话，转身离开了。司空北辰叹口气：“聂青云，你这宗主当的可真憋屈，瞧瞧陆兄，那才是一阁之主应有的风范和威信。”聂青云不以为然：“彼此。”这时于正海朝着聂青云说道：“聂宗主，咱们切磋吧。”求之不得。二人大步离开了。另一边，司无涯将消息通过符纸传递了过来。姬天道满意点点头，摩天阁现在整体实力提升很快。叶天星不仅突破了9叶，甚至掌握了业火，还有巨兽城隍辅佐，林世英9叶，左玉书9叶，端木生勤能捕捉也达到了8叶，冷罗和潘离天也在准备突破9叶，神都有2名9叶，昭月因管理国事，修炼竞速较慢，朱红共6叶，周继峰和潘仲也上到了4叶，花月行8叶。摩天阁的整体实力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只不过让姬天道疑惑的是，司无涯为什么没有在信息中告知自己的修为？是怕我责骂他吗？看完信息后，姬天道自言自语道：“天武院和朝廷还有命阁到底是什么？”接下来2天，姬天道都在房内闭关修行，直至到了第3天，小鱼儿来到了外面，躬身道：“师傅，大师兄又跟聂青云打起来了。”姬天道睁开了眼睛，感知了下体内的元气，修为已经进入9叶后期，只需要再修炼一段时间，便可踏入巅峰大圆满境界，到时便可开10叶。姬天道起身离开了房间，看到于正海和聂青云正火拼的你来我往，漫天的刀罡相互交错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司空北辰走到姬天道身边说道：“陆兄，您这高徒果真不简单，何以见得？”两人打了3天3夜了，聂青云虽然压制了修为，但终究是10叶，占了些便宜，于正海还能不落下风。这时于正海一招君临天下，刀罡席卷整个云台，云山的弟子们不管看多少遍都惊叹不已。姬天道开口道：“打了3天了，还没取胜，真是丢尽老夫的脸。”司空北辰露出了尴尬之色：“9叶战胜10叶，陆兄你的要求是不是苛刻了点儿？老夫一向如此，况且聂青云已经压制了修为，严师出高徒，在下受教。”未完待续。姬天道的徒弟们简直一个比一个逆天，那边于尚荣刚刚斩杀了实力堪比10叶的巫师，这边于正海就开始正面硬刚10叶巅峰的聂青云。于正海一招君临天下，属实惊艳了众人。聂青云点点头：“于兄弟，咱们就到此为止吧。”于正海手握碧玉刀，胜负未分，怎能就这么算了？说完，君临天下的刀罡彻底落下。聂青云本以为可以轻松躲开，却发现他已经避无可避，心生惊讶，只得挥手硬刚。轰的一声，双方各自后退。聂青云赞叹道：“好霸道的刀法！”此时于正海气势和力量都达到他的极限，君临天下和玄天星芒都是于正海最为擅长的绝招，这种刀罡华丽震撼，缺点也很明显，威力上自然比不上单体进攻的手段。但现在他将刀罡汇聚一体，完美增强了进攻性，再加上荒级武器的加持，纵然是聂青云这样的10叶高手，也不得不暂避锋芒。这一幕令云山的弟子们看得心神大振。9叶战10叶本就不可能战胜，但于正海却创造了奇迹。弟子们惊呼出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方的于正海。
接着，于正海忽然收刀，伸出手掌压了下去。玄天星芒，玄天星芒本就是一门雄浑霸道的功法，于正海将刀法融入其中，使之威力大增。聂青云同样一挥手，一道掌印顶了上去。轰的一声，两道掌印碰撞在一起，罡气向四周迸发，站得近的云山弟子被滚来的气浪掀飞。于正海下压掌力的同时，手中的碧玉刀嗡嗡作响。聂青云眉头紧锁，与于正海大战3天3夜，他能明显感觉到于正海的进步，而且是跨越式的进步。现在他感觉到了压力，他必须要全力以赴了。正常情况，9夜和10夜交手必败无疑，但于正海极其聪明地利用了荒级武器的特性，尽量抵消掉了这部分差距。痛快，再来3刀！于正海挥刀斩下，聂青云只能奉陪。砰的一声，两人再次碰撞在一起，众弟子纷纷后飞，害怕受到波及。司空北辰毫不吝啬地夸奖道：“能将10夜逼到如此的境地，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”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有9重殿的几位首座，他们也是响当当的9夜巅峰的高手，自认做不到这一点。于正海能与10夜交手到现在，本就是奇迹，如今竟还有些占据上风的味道。摩天阁的强大超乎想象。姬天道看到此处，客观的评价道：于正海能与聂青云打到这个地步，在刀法上也算是小有成就，不过他还是不懂变通。司空北辰虚心请教道：陆兄有何高见？剑有3等，3等之上便是以万物为剑，无剑胜有剑，刀也一样。陆兄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，刀剑本为一家，刀即是剑，剑即是刀。姬天道继续道：刀剑的确本是相通，但若只是领悟到这一点，还远远不够。掌也是刀，刀也是掌。于正海刚才对掌时有取胜的希望，可惜错过了。旁边的大长老说道：陆前辈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，的确如此。刚才两人对掌之时，正是聂青云最空虚的时候，如果能以掌为刀，必能一招取胜。姬天道面色从容，也许是在老年阁待的时间久了，如今听到吹捧，也只是稍稍满意而已，并无太大波动。果不其然，聂青云扛住了这凶猛的一波进攻，修为的优势便开始体现了。轮到我了！聂青云一掌拍出，硬生生将于正海击退了。于正海微微蹙眉，怎么办？他本能的转头看了一眼师傅，看到师傅面色从容而镇定，于正海信心大增，想起了师傅曾经的教诲，又想起了和于尚荣对敌的种种。于尚荣曾评价过他的刀法，华而不实，炫技罢了。真的只是这样吗？于正海好像领悟到了什么似的，指尖罡气迸发，以掌作刀。砰的一声，众人大吃一惊，于正海的实力又进步了，好可怕的战斗天赋，越战越强，越战越猛。轰的一声，于正海凌空后翻，单手抓住碧玉刀，两人遥遥相对，这回合的交手已经结束。聂青云的表情上充满惊讶，开口道：大先生果然好手段，佩服。说实话，聂青云对这一回合交手不满意，自己堂堂10夜竟被9夜逼平，今后还如何在云山的弟子面前保持威信？众弟子一时看得茫然，不知谁胜谁负。双方看起来半斤八两，但一想到于正海只有9夜，而聂青云是10夜，就有些尴尬了。这时于正海朗声道：既然胜负未分，那就再来。众人都无语了，打了3天3夜了，还要再战，这于正海真是个战斗狂啊！不取胜，绝不放弃。就在这时，姬天道开口道：不可无礼。于正海这才收回碧玉刀，众人皆是露出好奇之色。姬天道点点头，聂青云毕竟是10夜，你想以9夜取胜，不太可能，何必勉强？于正海不服气地说道：刚才就差一点，我就能取胜。姬天道却摇摇头说道：若是在生死战场上，你恐怕已经死了，哪有什么差异？于正海闻言低下了头，师父教训的是。这时姬天道接着说道：刀乃百兵之胆，自古以来修行刀法的人数众多，但天下功法殊途同归，刀也好，剑也罢，不过都是为人所使用的工具，刀中有8法，与剑相比，刀法是大力沉，大开大合，但缺乏更细致的变化。这些话不仅是于正海和聂青云听得懂，就连在场所有云山弟子们也听得明白。什么是老师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弟子们刀法的真理？这才是老师。云山的弟子们露出了敬佩之意，仔细倾听。这时姬天道指着天空问道：
于正海，你看天空中有什么？天空中空无一物。于正海试探性地问道：是元气吗？姬天道摇摇头，元气固然可以成钢，但终究有限。于正海被问住了。姬天道五指回拢弯曲，天地间的水汽开始汇聚在一起。于正海惊讶道：竟然是水！这一幕让他想起了年少时在摩天阁修炼刀法的场景。那时师傅便说过，等到能力足够的时候，便可以舍弃刀剑，遇水成刀。这时元气迅速收拢，形成了一条蓝色的水龙，在空中飞舞。于正海看得心潮澎湃，水龙带出龙吟之声。云台上所有的弟子仰天看着这华丽的一幕，就连司空北辰也未曾见到过这样的御刀之术。聂青云，你能挡得住此招吗？聂青云心虚了，就算是他和司空北辰联手，都没有足够的把握挡住这一招。齐天道看向于正海，于正海，你可明白？于正海连忙道：师父亲自示范，弟子岂会不明白？齐天道朗声道：此刀法名为水龙吟。说完，蓝色的神龙朝着聂青云扑了过去。聂青云心中一惊，不敢大意，直接开启了10页红莲法身。姬天道自身的修为只有9页，知道这种情况下境界压制，水龙吟必破，但他岂会让聂青云如意？姬天道缓缓开口：记住，要学会补刀。只见他调动天书之力，一掌推出，水龙吟的威力再次增加数倍。轰的一声，聂青云被击飞了出去。姬天道掌势继续下压，水龙刀阵也跟着往下。这时数名云山的长老一同大喊：陆前辈手下留情！就在所有人认为聂青云必死无疑时，蓝色神龙却突然消失了。一招结束，鸦雀无声。云台四周的弟子们都一脸懵逼地看着这一幕。如果说陆前辈在与叶真战斗时突然发出惊天一掌，击杀陈天都是运气的话，那么今天这一招击败云山聂青云还会是运气吗？夏长秋开口道：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可如今再看这条水龙又有所不同。司空北辰接二连三目睹姬天道一招击败10页强者，已经见怪不怪。其他人无不被这一招水龙吟所折服。刀即是万物，万物即是刀。多谢陆前辈手下留情。云山的几名长老赶紧拱手致谢。若是聂宗主出了事，那么云山12宗就离灭亡不远。于正海就站在师傅的旁边，他将水龙吟的每一招一式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对水龙吟的理解极深，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刚才那一幕，精彩绝伦，妙不可言。姬天道开口问道：你看明白了吗？于正海点点头，看明白了，不过弟子对最后的补刀不太明白。防患于未然，说完又补充了一句：剩下的自己体会。于正海哪里还敢继续追问，弟子谨记师傅的话，早日掌握水龙吟。未完待续。姬天道一招水龙吟，竟将10页高手聂青云击败了。姬天道负手而立，看向聂青云：聂青云，你可否明白老夫的良苦用心？聂青云心中一动，想起之前处理天武院的事情，莫非这是陆前辈借此机会敲打警告我？他当即躬身，在下明白了。联想起那天姬天道打出的雷罡，更是势不可挡。如此人物，云山不应该再摇摆不定了。当即开口道：陆前辈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云山12宗愿为您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姬天道满意的点点头，转身离开了。他这一走，全场的压力骤然减轻。司空北辰开口道：聂青云，这次你相信陆兄开启命格了吧？聂青云不再争辩，点点头：我现在是心服口服。司空北辰点点头：我一开始跟你一样不服气，但当我看到陆兄一掌击杀10页的陈北征时，我就知道他老人家绝不简单。也许你说对了，是我太固执。你现在明白也不晚。云山和九重殿斗了这么多年，双方死伤无数，早就该和解了。你若有意，咱们今日便摒弃前嫌，握手言和。聂青云没有立刻回应，而是转过身子，目光掠过云山的弟子们。云山12宗经过此战也算是动了根骨，哪有多余的力气继续跟九重殿斗？于是开口道：好，今日咱们就不醉不归。就在二人准备离开时，这里暂停一下，我忽然肚子有点饿，先啃上2袋脆司令干脆面，再喝一瓶东方树叶饮料，既好吃又实惠。喜欢这个作品的兄弟们可以支持一下老兵，老兵会急速更新，搜索下方编号囤上一些吧。
于正海说道：“聂宗主，刚才我又领悟到了一些东西，能再切磋几招吗？”聂青云猛地一惊：“于兄弟，今天有要事在身，改日再切磋，抱歉了。”说完转身就飞走了。众云山弟子一脸懵逼，宗主这是怕了吗？另一边，莫不言将在云山的遭遇一一汇报给了院长于晨书。众长老听完以后，皆是满脸怒色。有人道：“院长，这件事绝不能姑息，这帮异族胆大妄为，敢在红莲世界胡作非为，真当我天武院无人吗？有些事必须得下狠手，我赞成血洗云山，给他们一个教训。今日若是纵容，日后我天武院还有何脸面号称天下第一宗门？”院长于晨书沉默了。大长老开口道：“诸位稍安勿躁，各位的愤怒可以理解。我们派去那么多人前往金莲世界，尽数被屠杀。如今金莲的人竟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横行无忌，可见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。有人亲眼目睹10夜的陈天都都被那姓陆的一掌击杀，能做到这点的，极有可能开了命格。各位命格高手，如何血洗？”一盆冷水浇了下来，现场鸦雀无声。有人质疑道：“命格哪有这么容易开的？陈天都被一掌击杀，那是因为有司空北辰和聂青云2大10夜高手帮忙。另外，叶真这种废物9夜被人拿捏，岂不是很正常？”大长老眉头呵斥道：“你懂个屁！那叶真有6条命，实力堪比10夜巅峰，即便是院长亲自出手，也未必能轻松杀得了叶真。”这时于晨书开口道：“好了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但此事不可操之过急。对方既然留了天武院的人，而没有杀掉，说明有所忌惮，命格之说有待商榷。院长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自有分寸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可随便去招惹他们。你们都下去吧，属下遵命。”待众位长老离开了大殿之后，一旁的心腹弟子说道：“院长，他醒了，此事保密，我去见他。”于晨书再来到了一处幽静的房间，床上躺着一名满头白发的女子，正闭着双眼。于晨书叹息一声，开口道：“洛轩，你终于醒了。”洛轩依旧没有回应，神情茫然，不知所措。他就像是被人抽走了灵魂似的，眼睛里什么都没有。“洛轩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很痛恨我，痛恨我不该对外宣称你是疯的。可是你的研究实在太疯狂了，我唯有出此下策，才能稳定人心。你知道吗？我心里比你难受多了，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懂你，可我不得不这样做，你能明白吗？罢了，我也不奢望你能明白。300年了，你的说法一步步被验证。”他试图从洛轩的眼神里看到兴奋，可惜的是一无所获。未完待续。姬天道一生阅女无数，曾有无数绝色美人主动投怀送抱，但他从不放在心上，唯有一人让他念念不忘，那个人就是洛轩。倒不是姬天道日久生情，而是他身上有很多秘密都和姬天道有关。此时的洛轩已经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，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，关在天武院之中。于晨书呵斥道：“洛轩，别装了，天外天的世界已经被证实，你和姜文虚一样，在300多年前便到了金莲世界，可如今金莲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，天武院不能没有你，对手很可能开启了命格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开命格？”但此时的洛轩双目依旧空洞无神，更像是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。“洛轩，是你打开了天地间的境界，你就必须解决这一切。告诉我，太虚在哪里？太虚种子到底在谁的手里？”可惜的是，洛轩始终一言不发。于晨书摇了摇头，离开了房间。一旁的弟子说道：“院长大人已经找女医师检查过了，他可能得的是失魂症。”于晨书闻言眉头微皱：“好好照顾他，无论如何要治好他的失魂症。”属下遵命。另一边，于尚荣经过3天的调息休养，他的伤势恢复了一半，元气修为也恢复了不少。于尚荣转头看了一眼极亮马，于尚荣一挥手，破损的长生剑飞回掌心，下一秒断剑出鞘，剑魔第3式，剑出游龙，密密麻麻的剑罡直冲云霄，但却本阵法阻拦。于尚荣再次尝试，但依旧被阵法勾连出的天网阻挡了下来。于尚荣喃喃自语：该如何破解此阵法呢？如果飞星斋那人说的是真的话，这些阵法是远古遗留下来的，那就真麻烦了。于尚荣直接甩出一道掌印，砰的一声，掌印依旧被挡住。显然依靠蛮力破不了此阵，但是只要是阵法，就会有弱点，有弱点便有破解之法。于尚荣仔细观察后，
决定先斩断阵法之间的关联。于尚荣直接祭出断剑，剑罡出现，1分2， 2分4， 4分8，砰的一声，剑罡依旧被挡住了。难道是数量不够？于尚荣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，想要破此阵，至少需要360道剑罡才够。这样如何能做到？于尚荣想了想，或许先贤们也想让我再次领悟天子剑。他手握长生剑，心如止水，仿佛身处血海之中。忽然，剑罡如潮水向四周奔袭，声势浩大，遮天蔽日。于尚荣抬头看了一眼，阵法还没消失，难道数量还不够？他只能不断增加元气，增加控制力。虽然他剑法通神，但人类终究有极限，要想破解此阵，至少要凝聚出6万多道剑罡，现在数量还差得远。这时一只飞禽不小心闯入阵中，瞬间失去了生机。于尚荣大吃一惊，这阵法竟然还吸取生命。他赶紧封住周身的穴道，将生机能量锁定在奇经八脉之中。他本就是短命之人，哪怕是破了9页，他所获取的寿命也是有限的可怜。这诡异阵法让他想起了江小生临走时说的话，这阵法果真会吸走人的寿命。于尚荣感觉到体内的生机慢慢的被吸了出去。于尚荣朗声道：吉亮，你快出去。吉亮马没有听从他的命令，而是做了一个令他感到震惊的事情。吉亮马浑身冒出金光，这让于尚荣想起了一个传说，北山有马，名曰吉亮，乘之增寿千岁。于尚荣感到自己体内涌进澎湃的生机能量，这让他忽然想起师傅的另外一个坐骑白泽。当他释放能力的时候，凡待在附近的人伤势和元气都会得到恢复。这吉良马的能力竟是补充寿命，仿佛这一切冥冥中自有注定。天生短命的于尚荣碰上长寿的神马，此时于尚荣不仅没感觉到寿命减少，反而感到体内的生机明显多了不少。于尚荣起身看了看吉良马，给我一点时间，若我破不了此阵，那便不配再用剑。时间紧迫，于尚荣当即盘腿而坐，开始恢复修为，感悟剑道。也许只有领悟了第3等天子剑，他才能一剑展开这上古大阵。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命，但他不想让吉亮马失望。未完待续。姬天道即将觉醒第6项天书神通天眼通。此时天书的字符在脑海中不断来回飞旋，一道道金色的符号越发的清晰了起来。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非凡之力正在产生变化。姬天道心中微动，他有预感自己即将感悟第6项神通。所谓十方世界皆为虚妄，天眼开启，一念永恒。姬天道的非凡之力此时正好处于饱和状态，于是他开始默念口诀。只见他浑身发出光芒，心中所想，目光所及。他看到了于正海正手握碧玉刀，修炼玄天星芒，但仅仅这一个呼吸的时间，非凡之力便流失了一半。姬天道连忙终止天书神通。姬天道又惊又喜，有如此神通，那岂不是可以肆意窥探任何秘密？但要是不小心看到谁在洗澡，岂不尴尬？他摇了摇头，最近怎么总是想女人？难道随着身体越来越年轻，作为男人的冲动开始压制不住了吗？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，便浪费一半的非凡之力，属实让他感到肉痛。要知道1/2的非凡之力，都足以让他和10业巅峰的高手抗衡几招了。这么一盘算，这个神通还挺鸡肋的。姬天道看了一眼系统，发现吉亮马的状态竟然是在休息中，这让他感到奇怪。于是他再次默念口诀，非凡之力倾泻而出。于尚荣被困上古大阵的画面出现在他的眼前，看到于尚荣手中的断剑，姬天道当即吩咐道：吉亮，给老夫护好他。吉亮前面双蹄抬起，发出一声马啸，然后老老实实跑到于尚荣的身边，服从了命令。于尚荣睁开眼，有些奇怪地看了一眼吉亮，刚才还到处狂奔，却突然间老实了下来。这时姬天道睁开了眼睛，来人，去把于正海叫来。一名云山弟子恭敬地说道：属下遵命。不多时，于正海便走了过来。师傅，您叫我有何吩咐？你二师弟有难，应该离云山不远，具体位置不清楚，你去支援他一下。切记，若遇强敌不可恋战。你的任务是要找到你二师弟。于正海听完面露惊讶之色，但没有多问，当即说道：弟子遵命，这就去找他。于正海从师傅的语气中感觉到了事态的紧急，一想到二师弟好几天没有出现，隐隐也有些担忧。在过去的很多年时间里，于尚荣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
从未出过差错。刚飞出云山山脉，于正海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：师傅是怎么知道的？于正海回头看了一眼云山的方向，也许是师傅他老人家有什么特殊的手段。连忙检查了自己的身体，并没有检查出阵法或者印记。于正海反而有点失落，这么关注二师弟，师傅他老人家果然有点偏心。姬天道连续2次施展新的天书神通，非凡之力已经空空如也。他叹息道：这天眼通虽然好用，就是太浪费了非凡之力了。轻叹一声，他取出紫琉璃。紫琉璃提升了不少恢复速度，有它帮助的话，3天便可以蓄满非凡之力，但总觉得还是慢了点。姬天道又取出闪耀之石，想给紫琉璃再升一级，系统却提示道：丁，闪耀之石无法用于提升荒级物品。罢了，姬天道又进入参悟天书的状态。接下来的3天时间，于正海一直在寻找于尚荣的踪迹。他本想多叫2人一同寻找，但考虑到他们都是红莲界之人，不可靠，而小鱼儿和海螺的修为较低，留在师傅身边安全一些。但是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有限了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转眼便是3天时间过去，于尚荣再次睁开了眼睛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息休养，他的伤势和修为已经基本恢复。幸运的是，石林中的阵纹并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汲取寿命。于尚荣一把抽出长生剑，哪怕已经断了，依旧给他带来了足够的自信。伴随着他一剑斩出，空中瞬间生成上万道剑罡。于尚荣脚尖轻点，跃入空中，他周身环绕着紫色的剑罡。于尚荣叹息道：竟然还差如此之多。以他9夜的修为，全力以赴的情况下，瞬间凝聚1万道剑罡已经很惊人了，但依旧还有很大的区域没有被剑罡覆盖。于尚荣笑了笑，也好，若太轻松便会很无趣。未完待续。姬天道的徒弟们都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在绝境中能爆发出奇迹的力量。此时他的2徒弟于尚荣就陷入了十死无生的阵法之中。此阵法极其霸道，就连10夜强者叶真都在此地丢了4条命，更别说于尚荣还天生短命。但于尚荣从来不认命，只见他一剑斩出上万道剑罡，遮天蔽日。嗡的一声，阵法开启，于尚荣感觉到了压力增大数倍，不论是精神意志还是对丹田气海的压力都达到了极致。于尚荣此时已经达到了巅峰，人就是这样，不遇到困难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。曾经的堂堂剑魔无往不利，现在竟被压制到如此境地。他和于正海一样，从不服输，好胜心极强。这位来自金莲世界的剑道高手，令人闻风丧胆的剑魔终于严肃了一回。他心中一横，长生剑再次绽放出光芒，全力以赴。但这阵法却坚如磐石，4万道剑罡瞬间支离破碎，漫天消散。长生断剑笔直坠落，插入地面。于尚荣坠落在地，踉跄走了几步，但他没有气馁，而是盘腿坐下，调息打坐。同时他也在思考，如何能驾驭更多的剑罡。4万道剑罡只能持续一瞬间，这还远远不够。于尚荣总结之前的失败之处，他凝聚的剑罡过于庞大，如果能再压缩一下，也许就能成功了。这里暂停一下，我忽然肚子有点饿，先吃一袋上好佳鲜虾条，再喝上一瓶农夫山泉混合水果饮料，既好吃又实惠。喜欢这个作品的兄弟们可以支持一下老兵，老兵会急速更新，搜索下方编号囤上一些吧。接下来于尚荣足足尝试了10多次，但都失败。最好的一次凝聚了6万道剑罡，但持续的时间太短，一来二去，于尚荣搞得浑身是伤，精疲力尽。于尚荣陷入沉思，到底什么是天子剑？开以阴阳，始以春夏，行以秋冬，上绝浮云，下令山河。思想高度决定剑的高度。他的目光落在了长生剑上，争强斗狠始终是落了下场。于尚荣心有所悟，缓缓起身，脚下生八卦，一剑开阴阳，元气升腾而起。长生剑在手，于尚荣如天神下凡。有了前面多次失败的经验，于尚荣瞬间凝结出上万道剑罡，紧接着嗡的一声变成了4万道。这个时候于尚荣身姿笔直，15丈金色法身屹立当空。正在云山附近四处寻找的于正海一眼看到了金色的法身，他没有犹豫，立刻朝着法身出现的方向飞了过去。于尚荣维持元气的宣泄，再次爆发，下一秒65000道剑罡形成。于尚荣已经到了极限，可是还是差一点。他从未像今天这般着急，因为下方的阵纹又亮了起来。
如果要让他再次汲取寿命，那么下一次尝试就得好几天以后。于尚荣如今紧绷的心情和压迫的环境，反而越发激发了他的战斗力。他就是这样，遇强则强，越是艰难的环境，越能促进他的成长。忽然他灵光一闪，击天道曾经一剑开天的那一幕出现在了眼前。这就是以万物为剑吗？于尚荣露出淡淡的笑容，毫无保留地将丹田气海中所有的元气倾泻而出。剑魔第9式万剑神龙，无数黑色剑罡组成了一条黑色神龙，轰的一声与阵法碰撞在一起，霎时间地动山摇，山河破碎。这大概是于尚荣到目前为止最强的一击了，几乎倾尽了所有。于尚荣心生疑惑，难道还是不行吗？刚产生这个念头，阵法如玻璃般破碎，消散于空中。终于破了。于尚荣满意的点头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袭上心头。一方面他征服了先贤留下的大阵，另外一方面他不仅领悟了天子剑，还领悟了万物为剑。天生万物，何以为剑？心之所想，皆为我用。断剑又何妨？剑还在，人也在。断剑重铸之日，便是剑魔归来之时。这时法身消散，一股疲惫感袭来，于尚荣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于尚荣感知到丹田气海中一丝元气都不剩，被炸得一干二净。于尚荣看向吉亮马，吉亮，我这阵破得如何？但还不等吉亮马回应，一个声音传来，不得不说，你破得真漂亮。于尚荣循声望去，只见从丛林中走出一人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监视了你这么久，就是想确定你真的死在了阵中，没想到你居然能破阵。未完待续。击天道的二徒弟太倒霉了，刚出狼窝又入虎穴。他用尽全力，在最后时刻领悟了天子剑的真谛，一剑破开了阵法，但却被飞星斋的一名余孽撞上了。于尚荣强装镇定开口道，你要是不想死，就赶紧滚开，别装了，瞧你那狼狈的模样，今天我便替飞星斋的亡魂报仇。临终前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就凭你。于尚荣看向长生剑，可惜此时长生剑已经无法再反哺他寿命。只见那人说道，既然没有遗言，那便上路吧。一掌推出，掌印向着于尚荣飞来。于尚荣本能的想要躲避，奈何他此时受伤严重，竟被一掌击飞。于尚荣开口道，你可敢报上姓名？那人摇摇头，我不会给你机会的，有些反派就是死于话多，而我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说完，又是一道掌印打出。于尚荣凭借多年来战斗的本能，左右闪躲，同时加速恢复元气。可惜他现在状态太差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龙游浅水遭虾戏。堂堂剑魔此时竟被一个小小的午夜垃圾逼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但他想要击杀于尚荣也绝非易事，因为于尚荣的战斗经验太丰富了，他总能在最后时刻避开致命伤害。于尚荣迎风而立，开口道，相信我，以你的能力，想要杀掉我还差得远。那就试试。那人直接祭出午夜红莲法身，速度快到极致。这是于尚荣最不想看到的招式，因为他根本避不开。就在于尚荣即将伸手易触之时，一道刀罡落下，漫天金光，玄天星芒，君临天下，水龙吟，一个接着一个的绝招。那红莲余孽瞬间就被击杀了。这时于正海手握碧玉刀出现了，颇有些得意的说道，二师弟，我的刀法如何？于尚荣不以为然道，区区一个午夜，你却用了4招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于正海摇摇头，你不懂，前几天我从师傅那里学到了不少。午夜看似很弱，可万一他能像你一样做到3夜杀6夜，5夜杀8夜呢？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个敌人，哪怕他看上去只是一个小小的午夜。于尚荣不太相信，这真是师傅说的吗？当然，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要学会补刀。忽然吉亮马跑了过来，于尚荣心情不错，也不想跟于正海较劲，便开口道，大师兄，你说的有理，今日我不与你争。师傅曾说剑分3等，好勇武争锋，只会落入第2等。如今我已经领悟天子剑，乃至无剑之道，不想与你再争。于正海闻言大吃一惊，你真的领悟了吗？于尚荣肯定的点点头，等师兄你领悟万物为刀后，咱们再一决高下吧。说完一挥手，将长生剑召回手中，开口问道，大师兄如何得知我在此处？师傅担心你的安危，令我来寻你。
你看起来似乎情况不妙，不过我不会嘲笑你，你我之间算是扯平了。于尚荣摇摇头，其实大师兄不出手，他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二师弟，你不是说不争的吗？一马归一马，勇武争锋可让，但理不能让。说完，于尚荣在极亮马的帮助下一飞冲天。于正海不服气跟了上去，你都没元气了，你怎么杀他？大不了耗费50年寿命，不劳师兄操心。你这是取死之道，师傅不是告诫过你不能再开启剑魔形态了吗？两人一路抬杠，消失在天际。然而刚才那个飞星斋余孽竟然猛地站了起来，恶狠狠地说道：今日杀身之仇，他日必报。说完转身离开了。另一边，在于正海寻找于尚荣的这段时间里，姬天道将天书的非凡之力再重新续满，耳边却传来1000点功德的奖励，这让姬天道有些疑惑，这种垃圾对于尚荣没有威胁才对，为什么会被困住？当然也可能是于正海所为，只不过于尚荣的现况却无从得知。想起上次看到的景象，不免让人心生疑惑，能困住于尚荣的对手岂会是弱者？特别是画面里那把折断的长生剑，他看得很清楚，于尚荣自己不可能折断长生剑，他几乎将此剑视作生命，加上他9夜的修为，能将长生剑折断的对手至少拥有荒级武器。早知如此，倒不如将他的长生剑升级。于尚荣对剑的依赖太大，导致他在剑道上停滞不前。姬天道叹口气，有了这帮徒弟，这辈子也别想省心了。姬天道决定施展天书神通，看看情况。未完待续。